2017年6月9日，美國伊利諾伊州香檳市，一名來自中國北京大學的交換學者張穎穎，她剛來美國沒多久。那一天，她原本只是去簽租約，但之後她突然失蹤了，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手機失去訊號，朋友聯絡不到她，她也再沒有回到宿舍。幾天後，FBI 正式介入調查，警方開始翻查整個城市的監視器畫面，直到他們發現張穎穎最後出現的畫面裡，一輛黑色轎車慢慢停在她身旁，她站在車邊，像是在猶豫什麼。幾秒後，她打開車門，坐了上去，那輛車隨後消失在畫面之中。這裡是謎洞，今天要打開的是近代美國最震撼的留學生案件——張穎穎失蹤之謎。以下內容涉及真實事件，請觀眾自行斟酌。北大才女張穎穎1990年出生於中國福建南平，父親是貨車司機，母親在工廠工作。她不是出身富裕的家庭，但她靠着自己一路走到很多人到不了的位置。2013年從中山大學畢業，專業排名全班第2名。2016年取得北京大學環境工程碩士學位，成績優秀，目標明確，人生方向也很清楚。他的夢想其實很簡單，到美國完成博士研究之後回中國任教，讓父母過得更好。2017年4月，他以訪問學者身份來到美國，進入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 UIUC 研究作物的光合作用。這是他第一次出國，也是第一次離家這麼遠。他和未婚夫侯蕭林相戀8年，原本預計同年10月結婚。他在美國過得很節省，住在校方宿舍，每天和相隔13小時時差的他聯絡。他甚至已經找到一間更便宜的公寓，計劃9月把侯蕭林接來一起生活。2017年6月9日，他出門去簽那份新租約，那是一間更大的房間。因為他想着，等未婚夫來了，2個人會需要更多空間。那一天，2017年6月9日，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張穎穎正在特納大樓的實驗室工作。為了省下每月約50美元房租，她準備搬進校園北側的 One North 公寓。這一天，他原本只是要去簽租約。下午1點30分，張穎穎傳訊息給公寓經理，說自己會稍微遲到。一切看起來只是普通的一天。下午1點35分，他從住處 Orchard Downs 出門，搭上了那班熟悉的 MTD TIL 線公車，前往校園準備轉車。下午1點52分，他在斯普林菲爾德街與馬修斯街附近下車，準備轉乘下一班公車。因為不熟悉站牌位置，他錯過了班次。監視器拍下他追着公車奔跑的身影。幾秒後，他停下腳步，走向路口的站牌，獨自等待下一班車。他穿着白色上衣、黑色長褲，背着雙肩包，手裡拿着手機。他只是在等車。下午2點整，另一邊，一輛黑色土星 Astra 轉車行經附近。他注意到了正在奔跑的張穎穎。他沒有直接離開，而是繞了校園一圈，再次返回原地。那輛黑色轎車停在他身旁，駕駛搖下車窗，主動與他交談。他穿着黑色 T 恤，戴着鏡面飛行員墨鏡，從襯衫下掏出一枚警徽，自稱是臥底警察，要求他配合詢問。
下午2點03分，他利用他趕時間的焦慮，以及他對校園警察的信任，張穎穎打開副駕駛座車門，坐了進去。黑色轎車向北駛離，消失在監視器畫面之外。下午2點10分，他原本應該出現在公寓，簽下新的租約，但他沒有出現。下午2點28分，他的 iPhone 訊號最後一次在香檳市連上基地台，之後訊號徹底消失。從他上車到手機失聯，只是過了24分鐘。張穎穎失去聯絡。2017年6月9日，當天晚上，張穎穎遲遲沒有回到實驗室，也完全失去聯絡。他的導師管教授與實驗室同事親自前往伊利諾伊大學警察局報案。警員最初按照常規程序處理，但穎穎的朋友和導師極力強調，他性格極度自律，生活規律，絕對不可能無故失聯。警方隨後搜查他的宿舍，發現護照、錢包與私人物品全都留在房間，這意味着他原本只是短暫外出簽租約，卻從此不見蹤影。Tonight, breaking news: a desperate search for a miss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tudent Yingying Zhang. 中國學者張穎穎失蹤。接下來的幾天，失蹤的消息震動了整個社區。FBI 隨後介入，將此案列為全國優先處理事項。校園內外貼滿了尋人啟事，懸賞金額迅速攀升至5萬美元。穎穎的父母以及男友侯蕭林也心急如焚地從中國趕赴美國。他們在公園、廢棄建築和灌木叢中展開了無止境的搜尋。We still need your help. 穎穎 still need your help. 透過不同社區活動，令人提供有用信息。2017年6月29日，張穎穎失蹤第20天，校園舉辦了一場祈福步行活動。穎穎的父母與男友走在隊伍中，加上數百名學生、教職員、當地居民，手持標語，希望穎穎能平安回家。他們向媒體表示，我每天都在期盼有些消息，想在這裡借助大家媒體真的對他們表示深深的關心。我相信穎穎肯定能回來，我相信他肯定能回來。FBI 的追捕。6月12日 ，FBI 正式介入，調閱校園周邊監視器，找到關鍵片段。張穎穎上了一輛黑色轎車。車型確認為2008土星 Astra， 整個香檳市登記的同款黑色4門掀背車共有18輛。當晚 ，FBI 探員首次前往其中一名車主住處，那個人就是克里斯滕森。面對詢問，他異常冷靜，聲稱6月9日那天自己整天都待在家裡睡覺、打電腦遊戲，從未外出。他表面上沒有破綻。6月14日，警官反覆檢視刀解析監視器畫面，注意到嫌疑車輛右前輪輪毂上有一處明顯的缺陷凹痕。當天下午5點50分，探員在克里斯滕森的公寓停車場找到那輛車，輪毂缺陷與監控完全吻合。接近午夜， FBI 將克里斯滕森帶回訊問。起初，他堅稱案發當天 I was either playing video games on my computer or taking a nap during nap. So I was unable to present alibi. 然而，當指出監視器已拍下他在校園繞行後，他的態度開始明顯動搖。面對探員質問 You said you played video games all day on Friday? Look, you know that we didn't bring you all the way up here to talk about video games and what you had for lunch that day. We know that that's not true, correct? I've got her getting into your car
克里斯滕森陷入長時間沉默，呼吸逐漸急促，雙手也開始劇烈顫抖。在極大壓力下，他終於改口。I thought I drove around upstairs. I did pick a girl up. I don't remember where. I saw her picture. I don't think it was her though. She was talking very broken English. 他辯稱，當時該女子神情慌張，不停查探手機，而自己只是好心載她一程。他聲稱 Apparently took a wrong turn. She started freaking out. She got out of the car. There's a residential area. 然而，當探員追問具體的街道位置時，他卻反覆回答 I don't remember. 2017年6月16日 ，FBI 決定24小時全面監控克里斯滕森，公寓內安裝竊聽設備，車上放置 GPS 追蹤器，同時 FBI 接觸到他的女友特拉布利斯，這對在交友網站 OkCupid 上結識的情侶，交往僅2個月。為了洗清男友的嫌疑，特拉決定配合，帶上隱藏式錄音設備進行秘密錄音。2017年6月17日，他再次主動前往 FBI 辦公室澄清事實。他解釋曾購買的大型行李袋只是用來運送貓爬架，之後卻遭人偷走。又主動提到自己清理車輛時曾割傷手指，暗示車內血跡只是自己的血。隨後，在指認所謂的下車地點時，他依舊閃爍其詞，無法說出明確位置。這些不斷改變、漏洞百出的說辭，反而更顯得欲蓋彌彰。2017年6月29日，在一場祈福步行活動中，克里斯滕森手持酒瓶出現在現場，沒有人知道兇手正站在人群裡。他看着現場群眾，低聲對特拉說：“這是一場權力遊戲，他們所有人都是為我而來的。瑩瑩已經永遠消失了，他們永遠找不到她。”在那段秘密錄音中，他事無巨細地描述了他的暴行。2017年6月30日，FBI 正式逮捕布倫特·克里斯滕森。惡魔已就位，但這不是他第一次嘗試。同一天早上9點30分，同一輛黑色轎車在林肯大道附近攔下另一名研究生艾米麗。一樣的劇本，穿着黑色 T 恤，戴着鏡面飛行員墨鏡，從襯衫下掏出警徽，自稱臥底警察，要求對方上車配合詢問。艾米麗當場拒絕，她記下車牌號碼，報警，還在 Facebook 發布了警告。那個駕駛就是布倫特·克里斯滕森，27歲，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物理系博士生，已婚。表面上他是典型的高材生，2013年帶着物理與數學雙學士學位進入博士班，前3個學期成績單幾乎清一色全 A， 但到了2010年秋季，一切開始改變。他酗酒、抑鬱、學業失敗，成績從全 A 變成全 F。2017年2月，妻子無法忍受他，協議進入開放式婚姻。他開始在網絡上大量研究連環殺手泰德·邦迪，沉迷電影《美國殺人魔》。但他的網絡足跡不只是這些，他頻繁瀏覽性暴力論壇、女性受俘網站，以及涉及綁架與誘拐的討論區。在交友網站 FetLife 上，他留下了更具體的記錄，詳細描述涉及綁架與強姦的性幻想，向網友討論如何將受害者捆綁、塞嘴、裝進大型行李袋，怎樣放入車廂不被發現。2017年3月21日，他主動走進校內諮商中心求助。在約50分鐘的談話中，他說出了一句話：“我有綁架與謀殺的幻想，而且我已經知道自己想找哪一類受害者。”這幾乎是一場公開的警告。校方建議他前往校外接受進一步治療，
但他沒有去。這次求助訊號就這樣沉了下去。接下來3個月，他的幻想開始變成計劃。2017年6月3日，他在亞馬遜訂購一個長達6尺的巨型行李袋。6月6日，包裹送達，他的計劃開始實行。那24分鐘 ，FBI 後來透過秘密錄音，才拼湊出那24分鐘裡究竟發生了什麼。6月9日，趁着妻子外出度假的週末，他換上黑色 T 恤，戴上鏡面墨鏡。早上7點45分，他到超市買了一瓶1.75公升的朗姆酒，之後駕駛那輛黑色土星 Astra 進入校園，開始尋找獵物。早上9點30分，第一次嘗試，艾米麗拒絕了他。下午2點，張穎穎在等車，他繞了一圈回來，這一次他成功了。克里斯滕森將張穎穎帶回公寓後，在臥室內侵犯並殘暴毆打她。女友問他兩人是否發生過性關係，他回答剪掉了她的衣服，開始對她做一些事情，隨後又改口稱他當時一點都不在乎，那裡什麼都沒有。FBI 在他公寓內用發光胺技術掃描過整個現場，儘管他多次清洗，鑑識人員依然在臥室地毯下、牆紙後方、床墊與踢腳板上發現了屬於張穎穎的血跡與 DNA。他在警方訊問中斷然否認的一切都被自己留下的痕跡推翻了。他說他在某個住宅區下車， There's a residential area. 那些血跡證明他上車後被帶到這個公寓。在錄音中，他這樣形容他的反燙：他反燙的比任何人都激烈。我掐了他大約10分鐘，他竟然還活着。案發後，克里斯滕斯非常冷靜。2017年6月11日，他去沃爾瑪購買了通取劑和拖把。6月12日，他去 Schnucks 超市購買了更多通取劑和廚房垃圾袋。6月13日，向公寓管理員申請處理浴室的黴菌問題。而這一切只是為了掩蓋他案發後用刺鼻化學劑猛烈清洗犯罪現場的痕跡。他以為自己做到了。沒有遺體的審判。2017年7月3日，被告布倫特·克里斯滕森被捕後的首次出庭。大庭外有大量民眾聚集聲援張穎穎。直到2年後，2019年6月12日，張穎穎案正式在法院開庭。開庭第一天，辯方當庭承認殺人。克里斯滕森對張穎穎的死負有責任。克里斯滕森殺害了張穎穎。2019年6月24日，陪審團僅用約90分鐘，一致裁定克里斯滕森3項罪名全部成立。接下來進入量刑程序。法庭播放張穎穎生前影像。大家好，我是來自环球的張小明。好，崔來如。張穎穎父親隨後發表聲明，感謝陪審團伸張正義的所做的第一步。我們的願望永遠是找到穎穎，帶她回家。我們絕不放棄。2019年7月18日，陪審團經過2日9小時討論後，向法官表示，他們無法達成一致決定。依美國聯邦法律，死刑判決必須12名陪審員全數同意。法官詹姆斯·沙迪德宣判，布倫特·克里斯滕森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中國北京大學碩士生張穎穎在當地遭遇不測，兇手克里斯滕森被判處終身監禁。他在哪裡？審判結束了，兇手被判終身監禁，但張穎穎的遺體至今仍下落不明。
然而，張穎穎留下的不只是悲劇，她的案件震動了無數中國留學生家庭。第一次，許多人開始正視異國求學可能伴隨的風險。從那之後，校園警報系統的優化、緊急聯絡機制的建立、留學生安全意識的提升，張穎穎的名字成為了許多留學生心中的警鐘。儘管張家一直受到外界對 GoFundMe 募款目的質疑，他們依然選擇將這份愛回饋給同樣勇敢的人。家屬從捐款中拿出2萬美元，贈予了那位冒着生命危險提供關鍵錄音證詞的女友特拉，感謝她的勇氣。2018年8月22日，伊利諾伊大學在張穎穎最後被目擊的路口希克拉克街與北谷德溫大道設立紀念花園。那不只是為了紀念她，更是成為所有留學生安全意識的永恆提醒。2019年8月6日，穎穎基金正式成立，張家人將剩餘的3萬美元捐贈給伊利諾大學。他們希望未來的留學生在面臨困境時，不再像當年的穎穎那樣孤立無援。張穎穎最終沒有被世界遺忘。如果你有特別感興趣的主題，歡迎留言告訴我，我會認真看大家的建議。雖然製作進度急不來，但我一直都在努力，希望能做出讓你們滿意的內容。想與我們追查更多未解之謎，別忘了點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更多案件真實畫面，等待你在 YouTube 迷動重溫。檔案暫時封存，下一份檔案我們再見。